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同学聚会上，女友宣称我是她男闺蜜，却顺着众人起哄喊了校草学长一声老公。我忍到回家才向她表达不满，她却掀桌愤然离去。同学之间开个玩笑都不行，一个大男人小肚鸡肠。再说了，比起已经当经理的顾学长，你觉得你一个小职员拿得出手吗？喊你老公，我多丢脸！女友离开当晚，我刷到学长和女友牵手官宣的朋友圈，我默不作声点了个赞，转头答应了家里继承家业的要求。宣布继承人的宴会上，我作为总经理出现，女友红着眼拦住走下讲台的我，老公，跟我回家好不好？一旁的青梅一脸懵懂，指着女友问她是谁。我平静一笑，轻轻开口：哦，曾经的女兄弟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在听到方静说要去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，我内心是拒绝的。我知道她圈子里的人大多非富即贵，因此方静其实心里嫌弃我没本事，总拿我和她同学做比较，我也是知道的。但架不住方静对我软硬兼施，我还是答应了下来。为此，出发前我还特地换了平常舍不得穿的定制西装，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也还算体面。但方静似乎根本不在意我穿什么，她只是自己对着镜子一个劲地换衣服，画着精致的妆容。这感觉不像是去参加同学聚会，倒像是去相亲。我掐着点，小心翼翼开口：时间不早了，晚上我还要去接领导。我的本意只是想让方静动作快点，毕竟她收拾打扮已经花了快3个小时，我的时间比较紧。不料方静闻言，直接白了我一眼：你懂个屁！我同学现在又是创业开公司，又是在国家单位工作的，我是好心带你见见世面。你一个小职员，每个月能挣多少钱？不好好攀关系，你这辈子也没出息。虽然方静总说是为了我好，但我也是个男人。可每次听到方静这么说，我那摇摇欲坠的自尊心仍旧不禁感到一阵刺痛。似乎是察觉到我的沉默，脸色也不太对劲，方静这才不耐烦地背起包，以一种妥协的口吻说道：行了，走吧，也不知道你摆脸色给谁看，要不是看你脸长得好看，谁会跟你过？一出门，我就看到停在楼下的豪车，方静竟大摇大摆地掏出豪车钥匙，随手扔进我的怀里。还不开车？我狐疑。要知道，方静不是那种家世好的人，而我也没有这种能力。于是再次开口：这车是……方静却不以为意地说道：你不会要我跟你一起骑那辆烂电瓶车去同学会吧？还不让大家笑掉大牙？要知道，我一个月的工资也仅仅刚好够家用。想到这车可能是方静租的，这让我的心里多少有些膈应，便多嘴问了一句：这租车的钱你哪来的？方静彻底失去了耐心：废话怎么这么多？不就是刷了你的信用卡吗？你怎么这么小家子气？我没想到方静为了能够在那些人面前出风头，竟然会动我的信用卡。当初我说了，信用卡属于超前消费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随便使用。我知道我这人没什么出息，但一开始方静追我的时候，我就跟她说过，我不是那种能够给她优渥生活的人。何况虽然我自己过得精打细算，却从未亏待过方静。她跟我在一起的3年里，我也从来没要求她出去上过班，日常的每一笔开销我都是计算好了的。这租车的钱都快赶上我半个月工资了，还不等我说什么，方静从我手里抢过车钥匙，自己坐了进去，
看着还愣在一旁的我，方静嫌恶道：“既然你舍不得，就别坐我租的车。你要是喜欢过你那种穷日子，你就自己走过去吧。”话落，发动机的嗡鸣声响起，方静驱车扬长而去，只留给我一道红色的车影。3年前，我在公司和方静相识，那时我已经是小组长，而方静是名未转正的实习生。好几个带过方静的人都对她印象不好，觉得她太喜欢偷奸耍滑了，交代的事要么不做，要么做一件搞砸一件。方静的心思不在工作上，而是在施展浑身解数，变着法子勾引那些富豪客户上。同事无奈之下，只能将方静扔给了好脾气的我。我本性温和，平时脾气极好，是大家眼里公认的老实人。因为情绪稳定，也有耐心，也会不厌其烦，认真一遍遍教方静如何做好工作。此外，在公司中，我也算是外貌比较出众，不少女同事向我示好，但我对此并没有什么感觉。当时的我只想努力工作，做出属于自己的成绩来。我想要向家里人证明，脱离他们的束缚和帮助，我也能在自己的领域中闪耀。方静自从到我手底下后，似乎改变了不少，不仅不再闯祸，也会认真工作。同事们都对此感到诧异，好奇心驱使下问我是怎么做到的。我也只是一笑而过，因为方静刚见我第一面时，就对我展开了疯狂的追求，而我告诉他，想要追到我就必须认真工作。大概是方静过于执着，起初她对我也确实很好，有些女生追我一段时间，但在我冷淡回应后，也都放弃了。在这个快餐时代中，大家普遍保持清醒，不会轻易将时间耗费在那些明显没有多少可能的人身上。但方静不一样，我可以从她的眼中看到野心，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野心。而且方静性格也不错，也很聪明。在她坚持给我带了半年的早餐后，我就被她成功拿下。如今已经是我们在一起的第3个年头，可那个曾经充满活力与灵气的方静，似乎已不复往昔。而我却始终认为，既然恋爱了，就要负责到底，不会因为方静的缺点就放弃她。况且我爱她，甚至不惜为此降低了无数次自己的底线。等我终于到场时，包间里已经坐满了人。随着我开门的声响，众人的目光纷纷转向了我。透过玻璃的反射，我看到了自己此刻的狼狈模样。与那些外表光鲜的人相比，我仿佛一个拾荒者。有人笑出了声，大声询问：“这是谁带来的呀？来给我们端茶倒水的吗？”方静的脸色红了又青，她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嫌弃。她试图装作不认识我，但我似乎已下定决心，走到她身边，将她落下的包地还给她。“哟，这是你对象啊，方静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混得还真是。”有个女生眼神轻蔑，上下打量了一眼方静，视线落在了我的身上，未说出口的话成了啧舌。方静讪笑着，随即开口：“这是我男闺蜜，你们别误会，我出门在外总得带个拎包的，对吧，老公？”方静朝着旁边的人甜甜喊了声老公。我这才注意到，方静旁边坐了个长相清冷的帅哥。曾经我看到过这个人的照片，在方静的相册里，他当时的解释说，这个人叫顾成优，是他们学校的校草，也是许多女生心中的白月光。当时我感到一丝嫉妒，半开玩笑问方静：“顾成优不会也是他心中的白月光吧？”可方静没有正面回答，反而怒斥我无理取闹。现在看来，这岂止是白月光？顾成优似乎对方静的那声老公很受用，一边悠然地吃着方静为他夹的菜，一边瞥了我一眼，
语气带着一丝嫌弃：“哥们，你坐远一点，身上的汗臭味太恶心了。”一时间，我如坐针毡，也不知道自己还在期望什么，求助似的看向方静。方静却一脸嫌弃，朝我摆摆手：“你赶紧去后厨催催我们的菜，叫了这么久了，还没上齐。”考虑到这是方静的同学聚会，我不想在这么多人面前跟他撕破脸，只得顺从地走出去。可刚走到门口，就听见里面放肆的笑声：“方静，你的男闺蜜还真是听话呢，有空给我用用呗。”我驻足等待方静的回答，仿佛是在给自己下达最后通牒。我知道方静爱慕虚荣，却没想到她竟为了自己的面子，将我的尊严踩在脚下。想到这里，我自嘲般勾了勾嘴角，自己都有些佩服自己的忍耐力。直到听见熟悉的声音响起，方静冷笑一声：“什么男闺蜜，就是我的舔狗罢了。”又有人起哄：“我看她长得不错呀，难道你不考虑考虑？”即便我没看到方静的表情，也能猜到她大概是翻了个白眼。开什么玩笑？我的心只会在顾学长身上啊！随着包间里的笑声再次响起，我的心也瞬间沉了下去。恋爱3年来，我付出那么多，可在方静的嘴里，我竟连姓名都不配拥有。终于，我停下了去后厨的脚步，决然离开了这里。我在家等到了后半夜，方静这才醉醺醺地回来。她打开门，一对上我的视线，见我阴沉着脸，方静脸上的笑容凝固，随手将包包扔在玄关柜上后，冷眼看着我：“谁让你不辞而别的？你知不知道我们等你催菜等了多久？”听着方静理直气壮的话，我的心沉了又沉。在我离开之后，方静不仅一个电话没打，甚至连一条信息也没发。想必她还沉浸在顾城优的帅气之中，根本就顾不上我。我想，我已经给过方静很多次机会了。我是爱方静，可是还不至于爱到如此失去尊严。我起身，抓着方静的手腕质问道：“你为什么叫别人老公？我又什么时候成了你的男闺蜜，成了你的舔狗？”我以为方静只是在外人面前要面子，确实，和那群人相比，我确实没有地位，也没有权势。但此刻家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我也想好了，只要方静承认是自己虚荣，但凡她给我道个歉，我就能既往不咎。可方静只是不耐烦地甩开了我，拧眉道：“不过是同学之间开个玩笑罢了，你怎么这么敏感？”我本想张嘴辩驳，方静却直接推开我，恼羞成怒地将茶几上的东西摔了个粉碎，歇斯底里道：“我告诉你陆潇，我已经受够了，受够了住着租的房子，受够了每天坐你的破电动车。我连背的包都是 A 货。顾学长现在是著名的鼎盛公司的经理，年薪是你想都不敢想的数字。你这种小职员，拿什么跟我在一起？”面对方静突如其来的发疯，我愣在了原地。平常方静也会控制不住发脾气，只是像今天这样的情况从未有过，不像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，而是想找个理由跟我撕破脸皮罢了。我紧咬着嘴唇，甚至能感受到自己的肩膀在微微颤抖。如果你想分手的话，我成全你。方静冷眼看着我，别一副受害者的模样。要不是你不争气，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，我会离开你吗？要不是当初在公司，我听说你是经理的侄子，你以为我会接近你吗？谁知道你不过是人家的一个穷亲戚罢了。陆潇，你多撒泡尿照照自己吧，你除了这张脸，你还有什么？说完，方静径直摔门而去。我无力地跌坐在了沙发上。原来曾经我以为的爱情，不过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误会。我忽然想起来，
方静跟我在一起时，大家总是说她爱慕虚荣，可在我面前，她总是一副懂事且乖巧的模样，只是偶尔会不经意地想我带她去见家长。如果不是因为我当时已经与父母冷战了3年，我一定会带她回家。然而，也正是由于我的固执，如果我能早些接受父母为我做的规划，我也不会到现在才看清楚方静的真面目。方静并不是急着和我有结果，而是急着看看我是否像公司里传闻那般有好的家世。可是方静说错了，我并不是什么公司经理的穷亲戚，恰恰相反，是经理认识我，想跟我攀关系，所以自称是我叔叔。经理曾私下拜托我能不能跟我爸说一声，调他回总公司，而不是被流放在这么个小分公司。只是不巧被人看到，他们便以为是我和经理有什么关系，于是公司里就有了我是关系户的传闻。原来如此，知道真相的我心中五味杂陈。方静离家出走后，我哭坐了2个小时，纠结到底要不要出去找她。现在深更半夜的，她一个女孩子，我实在担心她的安全。可当我下定决心出门时，拿出手机，却看到了方静发了条朋友圈，是方静和顾成优十指相扣的合影9宫格，配文：真好，兜兜转转还是你。许多深夜没睡的朋友急忙发信息给我，问我和方静是怎么回事。我一条也没回复，只是紧咬着嘴唇沉默。分手的事，方静甚至都没有正式跟我提，我这才后知后觉，方静根本不是跟我闹脾气，而是随便找个理由出去见顾成优罢了。至于那条朋友圈，我也不知道他是故意的，还是真的忘记屏蔽我了。我自嘲地笑笑，随即给方静的朋友圈点了个赞。这些年来，我曾以为只要我无视方静的缺点，是不是就可以迷迷糊糊的一起过完这一生？事实证明，是我天真了。点赞后，我再刷新，已经看不到方静的这条动态，但共友还是能看到。而我点进方静的朋友圈，却是空空如也。我知道方静确实是忘记屏蔽我了，但也无所谓了。这3年终究是我错付了。深夜，我迅速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回想起我爸曾对我的教导：你认为通过妥协所获得的一切，真的会完全属于你吗？事业是，爱情也是。离开时，天色已破晓，我顶着2个黑眼圈，坐上了回家的车。时隔5年，我再次踏入那座豪华的宅邸，我心中百感交集。我是鼎盛集团总裁的独子，唯一的继承人。从小到大，我的人生就是被精心计划好的，从我吃什么到穿什么，再到学什么，全部都是遵循我爸妈的意思。那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就像是提线木偶，没有一天为自己而活。年少的我叛逆又倔强，因为自幼含着金汤勺长大，不能切身体会到爸妈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保护我，不让我多走弯路，才会对我那样苛刻。直到我踏入社会的5年里，才深刻体会到，没有父亲的资源，我在职场上步履维艰，就连遇到的女孩子都看不起我。我不禁热泪盈眶，我是有多蠢，才会觉得爸妈不爱我，只是把我当成继承家业的工具。我站在大门外，往昔的种种如同洪水般猛然汹涌而至。正当我愣神之际，门被一个娇俏的女孩打开。上官瑞见到我的那一刻，脸上满是不可置信。阿萧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5年不见。上官瑞出落得亭亭玉立，身上那种大小姐的气质，是方静怎么装都装不出来的。上官瑞是我同圈子的小青梅，爸妈的产业在国外，但是他不喜欢国外的生活，
便一直寄宿在我家，也算是我家的一份子。准确的来说，上官瑞是爸妈从小就给我物色好的未婚妻。可那时的我恨自己的人生被爸妈安排，将怒火牵扯到了本该是无辜的上官瑞身上。原本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一直不错，但随着我慢慢的叛逆，和上官瑞也疏远了。再次见到上官瑞，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我动了动喉结，喉咙沙哑的不像样子，艰难地说出个嗯。或许因为天气寒冷，我的眼眶湿润，鼻子也冻得通红。上官瑞见状，急忙接过我手中的行李箱，拉着我进屋。刚进门，一股暖流迎面扑来，我也不再瑟瑟发抖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快看，是谁回来了？随着上官瑞的兴奋叫嚷，爸妈从楼上走下来。我爸原本平静的脸上出现了一道裂痕，而我的母亲眼眶立刻泛红，一边冲过来紧紧拥抱我，一边轻拍着我的肩膀，满是埋怨：小兔崽子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，不回来看我们？妈以为你再也不要我们了。母亲的声音带着哽咽，看似责怪的话语里，却藏着一位母亲内心的辛酸。我的心一阵触动，回报我妈，我再也不会离开了。尽管我爸表面上依旧保持着严肃的态度，但我还是注意到了他眼神中流露出的温柔。我带着歉意对我爸说道：我决定继承公司，以后再也不会任性了。或许我的话出乎了父亲的预料，他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点了点头：快去休息吧，你的眼袋都要掉在地上了。在外漂泊5年，我深知无论我如何奋斗，都不及我以陆家的身份生活来得顺遂。真正关心我的也只有我的家人。我确实疲惫，回到自己的卧室，里面的摆设和我走之前别无二致，一夜无梦。那是我5年来睡得最好的一觉。我是被电话吵醒的，来电显示是方静。我真没想到方静还有脸给我打电话，但还是强压烦躁接通电话，想听听他会说出什么花来。陆潇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谁让你搬走的？房租该谁交？我接近学长，只是想让他给我们在鼎盛集团找个工作而已，不然就靠你这个小职员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结婚买房子？仍旧是理直气壮的口吻。在方静的主观意识里，似乎他做一切都是为了我们，哪怕他要为此出卖自己的肉体。要是放在以前，我或许会动容，但是自从我知道方静的真实面目后，就再也不会信他了。我早就打听过了，在认识我之前，方静就追求顾成优很长一段时间。在方静看来，我不过是一条对他绝对忠诚的狗。毕竟曾经的我，就算口袋里只有100块钱，也会悉数给他的。现在的人都这么现实，顾成优大概也做不到如此吧。一边是自己喜欢了很久的学长，一边是在一起3年对他呵护备至的舔狗，方静都不想放弃。想到这里，我似乎一点都不愤怒了，只是淡淡的问道：我不需要你的学长帮我找工作，如果你真的想跟我在一起，当着我的面跟你的学长划清界限，如何？我知道方静做不到，我这么说也不过是想告诉方静，我不是蠢货。果不其然，方静乱了阵脚，说话结结巴巴：陆潇，你疯了是不是？你还不等我听完方静的话，我的手机被人夺了过去。只见上官瑞拿着我的手机，冷冷地开口：你这又当又立的婊子，不必装什么大义凛然的模样，往后别再联系陆潇了。说完，上官瑞立落地挂断电话。就见刚才如此高傲的上官瑞看向我时，却带了一丝小心翼翼。你不会怪我吧？要是换作从前，
我讨厌一切替我做主的人，包括上官瑞。但是此刻，我才发现，曾经的方静也总是计划着我的人生，可她的出发点和我爸妈还有上官瑞却完全不同。我还没蠢到分不清谁是真正对我好的。我勾唇一笑，不会，谢谢你。上官瑞脸颊泛红，有些不自然的笑笑，客气什么呢？咱们也算是青梅竹马。对了，叔叔让我来叫你去公司，你都睡了一天一夜了。这时我才发现，外面的天还是亮着的。曾经我为了跟爸妈证明，即便没有他们的安排，我也能做出属于自己的成绩。可和方静恋爱后，我再也没了自己追求目标的时间。他花钱如流水，而我为了赚钱，每天的睡眠时间都不足5小时。我做着最脏最累的活，甚至忘记了初衷。为了跟上方静花钱的速度，甚至干起了兼职。回到家以后，我这才能安安心心的睡个好觉。我点点头，上官瑞识趣地走了出去。我起身去衣帽间换衣服，却听保姆说，每隔一段时间，我妈就会新买一批衣服，只盼着我哪天回家就有新衣服穿。我刚穿好外套，便收到了方静的短信。刚刚那个女人是谁？陆潇，你真不要脸！我们还没分手呢，你竟然就找下家了？我们的3年算什么？看着方静质问的消息，我只觉得好笑。同一件事，别人做了就是错，他做了却总是有一堆理由。我随手回复了一句，那就分手吧。消息很快得到了回复，即使隔着屏幕，我也能想象得出方静气急败坏的样子。陆潇，你别后悔，我告诉你，像你这种穷逼屌丝，往后就算是跪着求我，我也不会再回头。我没有回复，直接拉黑了他。如今的我已经对社会的阴暗面和现实的残酷习以为常。至于方静，我只当3年的付出喂了狗。我下了楼，跟着我爸坐进了车里。在路上，我爸仍旧是冷漠的语气：5年你也该闹够了，现在你岁数不小了，跟小瑞结婚吧。上官家族与我家实力相当，一旦我们2家联姻，便是强强联手。我突然回想起小时候，我是喜欢过上官瑞的。他遇事沉稳冷静，比许多同龄人都聪明。在初中时，他已经学会自己投资，还总拿盈利的钱给我买礼物，带我吃大餐。只是男人的自尊心作祟，我不想被人说是软饭男。没了我爸妈和小青梅，我什么都不是。我那会儿厌恶爸妈，更厌恶对我好的上官瑞。好，我不假思索地回答，倒是让我爸的视线放在了我的身上，似乎没预料到我竟会答应得这么爽快。思忖很久，我爸这才缓缓开口，要是不愿意，我也不会为难你。昨晚你妈和我说了很多，这些年我们未曾顾及你的感受，总是强加意愿给你。我提你与小瑞的婚事，并不是。爸，我说我愿意。我打断了我爸的喋喋不休。很难想象，一个向来在商场杀伐果断的男人，竟然因害怕自己的儿子再次离家出走，而会软下态度，跟我低头妥协。这些年，我到底做了多少对不起爸妈的事啊？看着我爸一脸欣慰，我也算是明白了身为儿女真正的价值。况且上官瑞是顶好的女人，是我配不上她。去了公司，我去了趟厕所，我爸自己先进去了。关于宣布我成为继承人的事，我爸他有自己的打算，现在就是先让我来熟悉熟悉公司。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，迎面碰上了方静。方静此刻正搀扶着顾成优，她那在公司中昂首阔步的姿态，似乎此刻的她就是经理夫人。看到我的时候，方静丝毫没有被分手的痛苦和难过，
只是一脸不屑地看着我，搂着顾成优的模样，像是在跟别人炫耀自己的豪车豪宅一般。哟，陆潇，你这种土狗也能来鼎盛公司啊？是傍上了富婆吧？我可以不计较你劈腿，反正没了你，我找到了更好的。要不这样，你跪下来跟我道歉，我就考虑让我老公给你安排一个体面的工作，不然你这个小职员能挣几个子啊？顾成优似乎很享受方静的奉承，他昂首挺胸地注视着我，轻蔑地冷笑了一声：“宝贝，这就是你的前男友啊？上次不还是随叫随到的舔狗吗？我还真得去问问人事部，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招进公司来。”方静开怀大笑，以胜利者的姿态看着我，看到没？只要我老公一句话，你就可以滚蛋。现在给我跪下还来得及。说实话，再次见到他时，我几乎没有什么情绪波动，也不是说不生气，毕竟我确实付出了3年，那都是时间和真金白银实打实的付出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方静的现实并没有错，当初势单力薄的我也确实不如别人，可是现在方静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实在让我生厌。我淡淡的瞥了眼方静，我应该祝贺你攀了高枝，至于我们的以前，我就当是做了场梦，好坏都过去了，你也不用故意来为难我，我对你不薄，不过你要是不想体面，我也有的是办法让你不体面。方静嘲讽道：“你以为我是被吓大的吗？你以为你能做什么？开除我，还是开除我家亲爱的？穷屌丝，还是好好夹起尾巴做人吧。”我没有再理会方静，从以前到现在，我给过她很多次机会，可既然方静非要找死，那也怪不得我了。往后的日子里，不出我所料，方静借着顾成优的事做了顾成优的助理，而他则是利用职务之便开始各种为难我。由于我爸还没决定为我安排何种职位，我便主动建议从基层岗位开始，只有隐藏好自己的身份，才能清楚知道这个公司的蛀虫在哪。我不知道顾成优是怎么进来的，但在他的领导下，员工们怨声载道，顾成优也总是安排关系户进来，甚至重要的项目也只给自己的亲戚做。但是他也实在圆滑，能哄得他的上级领导开心，十分放心的将重要的事给顾成优负责。在公司里，我潜伏了3个月，虽然方静和顾成优对我各种打压，我做的事甚至连保洁都不如，可我全都忍了下来。我所需要了解的还有很多。我爸于心不忍，多次想要宣布我的身份，都被我拒绝了。这仅仅是开始，我已不再是那个需要父母悉心呵护的少爷了。现在的我也曾经历过职场的不公，遭受过欺凌。假如我没有这个身份，我又该如何破局呢？当我给我爸发信息说收网的时候，我爸立刻以团建为由组织会议，并且声称要宣布一件大事。不知道大家收到了什么风声，得知我爸要宣布继承人的身份后，众人都蠢蠢欲动，尤其是方静。消息放出不过几个小时，顾成优的办公室里便传来了2人的争吵声。你这个见钱眼开的女人，当初为了钱来勾引我，现在为了当总裁夫人又想去勾引别人。你做这些功课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想法。你能骗得了陆潇那个蠢货，可是骗不了我。公司员工被吵架声吸引到了门口，我也不例外。只是2个人吵架，非要带上我，实在难看。方静也彻底不装了，像个泼妇一样嘶吼：怎么？难道我就不能为自己想想吗？你不过是个破经理，人家可是鼎盛集团的继承人，我可以嫁入豪门的。看来权势的诱惑放大了方静的野心，
只是我不明白，方静哪来的自信，觉得自己一定会搞定鼎盛的继承人呢？办公室里，二人吵着吵着便大打出手，最后以方静鼻青脸肿走出办公室结束。当方静经过我身旁时，他突然投来一个白眼：你们这些男人真没用，竟然还想阻止我往更高处爬。我只觉得他莫名其妙。方静总有理由为自己开脱，我是大冤种，顾承优也是。晚上，方静盛装出席，只是再厚的粉都盖不住她脸上的淤青。方静在上楼梯的时候意外崴了脚，而我正好经过，本能地伸手去搀扶她，却被她一把甩开。陆潇，我警告你，别想跟我和好，我势必要拿下小陆总。我无所谓的耸耸肩，你别误会，即使身边是一只即将跌倒的狗，我也会选择去扶它的，最好是这样。陆潇，你再也配不上我了。我只是冷嗤一声。方静还真是魔怔了，一味的追求名利地位，一心想攀高枝，活生生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。这时上官瑞姗姗来迟，他一袭白色高定，天鹅颈被衬得更加优雅。我看了一眼方静的背影，再看看上官瑞，只能说云泥之别。上官瑞自然地挽住了我的胳膊，在我耳边道：听叔叔说你答应跟我结婚。我笑道：是啊，怎么不愿意？上官瑞羞涩地垂下头，连耳根都染上了绯红。自然是愿意的。一想到上官瑞为了等我，一直在我家替我尽孝，从来没有和谁谈过恋爱，尽管仅仅是长辈们的口头约定，他却这样傻傻地等了我5年。或许连他自己都不清楚，这样的等待是否会有结果。这般好的女人，我怎么会错过呢？很快，宴会厅汇集了集团大部分人，从股东到高层，再到员工。我爸站上舞台，清了清嗓子。我想大家已经猜到了我举办这次聚会的意图。其实除了宣布继承人外，我也想宣布另外一件喜事，那就是我儿子要结婚了。此话一落，我注意到站在旁边的方静，她的脸色立刻变得阴沉，不敢置信地望向舞台。我爸向我挥了挥手，我才从容不迫地拉着上官瑞走上前去。全场哗然，话筒交给了我，我淡淡开口道：大家好，我是陆潇，是鼎盛集团总裁唯一的儿子。当然，想必也有不少人知道我，甚至还特地关照过我。我将关照2字咬得很重。那些曾经为了讨好方静和顾承优而欺负我的员工，通通白了脸。我继续道：要不是在底层工作了3个月，我也不知道原来我们公司竟然也有走后门的恶习。今天在这里，我正式宣布解聘人事部经理顾承优。稍后，集团相关部门将对你发起调查，如有中饱私囊的情况，我们将对你提起相应诉讼，绝不姑息。顾承优愣在原地不知所措。小陆总，都是误会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当顾承优被保安带走时，他不断地恳求宽恕。那个曾经在我面前总是高昂着头斜着眼看人的男人，现在显得异常狼狈。我看了一眼上官瑞，笑道：向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未婚妻。婚礼当天，欢迎大家来吃喜酒。等我从讲台上下来，刚才还对我流露出轻蔑神情的方静，现在眼眶泛红，缓缓向我靠近。陆潇，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隐藏自己的身份，又故意用其他女人来刺激我，你就是忘不了我，对不对？老公，我是跟你闹着玩的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我不怪你骗我，我们回家好好过日子，我再也不会嫌弃你了，也不会骂你了。我们的3年不会比不过刚刚认识的女人吧？上官瑞拧眉问我：这谁呀？
我淡然一笑，哦，一个看不起我的曾经的女兄弟罢了。方静的脸上流露出显而易见的懊悔，她突然紧紧抓住了我的袖子，情绪失控。不是的，我是你的女朋友，也是你未来的老婆，你不能因为一个刚刚认识的女人抛弃我的。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那么对你。我冷漠地甩开了方静的手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诚如此前她每一次看不起我的样子。首先，上官瑞跟我是自小的情分，比起他，我觉得你更难懂，不然我也不会被你骗了3年。其次，当初你有无数次机会能过上你梦寐以求的上流生活，是你自己放弃了，怨不得旁人。最后，我从未后悔过跟你分开，即便现在你后悔了，很遗憾，我没有义务为你的后悔买单。方静无力地瘫坐在地上，仿佛多年来的骄傲在这一刻彻底消失殆尽。我牵着上官瑞的手，径直从他身旁擦过，步入人群，接受众人的祝贺。即便方静哭得如何难过，我也不会再心软。我身边已经有值得珍惜的女孩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